蓝湛清冷的声音传来：“我不与旁人接触。”哎，蓝湛依着碧尘承载着3个人的重量脱离了水行渊的吸力。一旁的魏婴见脱离了险境，佯装受伤道：“蓝湛，我们都那么熟了，你竟然把我当旁人。”蓝湛琉璃色的眼眸淡淡的看了那笑颜如花的少年，如孩童耍气般微微侧过头，淡声说道：“不熟。”魏无羡，被人揪着领子吊在半空中也堵不住你的嘴，这个情况能不能少说2句？江澄见着魏婴如此状态还要去逗弄蓝忘机，忍不住骂道。蓝湛不着痕迹地看了江澄一眼，不再理会开始斗嘴的2人。等一行人到了岸上，蓝湛转身对着蓝曦臣说道：“兄长，是水行渊。”棘手了。蓝曦臣望着岐山方向说道。一行人回了采邑镇，重新上了渡船。船只穿过拱桥，驶入略窄的河道。魏婴又忍不住向2旁吆喝的琵琶女讨要了一颗。琵琶女见少年相貌明俊，说的话又特别好听，不仅多送一颗。魏婴拿着琵琶送到蓝湛面前：“忘机兄，来个琵琶解解渴。”蓝湛目视前方，袖子里的手微微蜷起：“不用。”遂又问道：“那红色物体？”不等蓝湛说完，魏婴便啃着琵琶接过了话茬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倒增了些灵力。正啃着琵琶的魏婴眸中划过一丝怪异，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每个人的灵力都是不同的，不管何人给人渡灵气，都有一个缓冲过程。灵气处于丹府，行走全身，如血液一般。可进入魏婴体内的灵气快速地与体内的灵气合成一体，仿佛本就是一家。既然无害，那蓝湛也就不再多言。已经啃完一颗琵琶的魏婴把剩下的琵琶献宝似捧到蓝湛面前：“忘机兄，当真不要这琵琶，那我可送给别人了，拿走。”此时另一艘小船飞快掠过，江澄双手抱胸挑眉道：“又在搔首弄姿了，滚！”魏婴见蓝湛还是不要，就拿着琵琶往江澄扔去，笑着说道：“江澄，接着。”江澄单手接了琵琶，轻哼了一声：“少年儿郎恣意潇洒，尽己所能帮助他人，越了自己的能力，那就不是自己该愁的事了。终归浪得一日是一日。”蓝曦臣看着迎面驶来的货船，上面满是圆润饱满的琵琶，微微侧头问道：“你想吃琵琶，要买一筐回去吗？”蓝湛看着一脸笑容的兄长，丢下一句不想，就站到了另一艘船上。蓝曦臣好笑地摇了摇头，转头对着门下弟子说道：“买一些琵琶回去，让众人尝尝鲜。银钱记得去库房报销。”是。魏长则离开采邑镇后，便乘无双剑回了南陵。踩在熟悉的泥土上，望着偌大的空地，魏长则脑海里浮现了家人的身影，亦浮现了那日与藏色的约定。待到阿英成年，闯出些名堂，2人便退隐回到这个家度过余生。结果魏长则捂着额头痴痴地笑了，不知道是笑自己的傻还是天真。风呼呼地吹着，山间的树也沙沙作响，偶尔露出山间群木的一角。魏长则缓步来到一幕前，双膝跪地道：“今不孝子孙魏长则打扰祖先长眠，愿祖先助长则一臂之力。”挺直的背于风中纹丝不动，在说完之后弯腰重重地磕了3个头，额头微微沁了血。何必呢？一道苍老的声音诡异地从墓中传来，墓地的周围渐渐弥漫出阵阵烟雾，一道虚无的身影于空中显现。魏长则不知这是魏家的哪位老祖宗，但从小就被告知，如非家族存亡大事，不可打扰对方。魏长则穿越时空而来，即使知道了未来的走向，如果实力跟不上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一切的算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他害怕自己无法庇佑阿英，更害怕自己无法扭转局面，他不敢拿阿英的命去赌。老者浑浊的双眼看着一脸执拗的魏长则，似要看透他的过往与未来，遂叹了口气：“你可知代价？你本就非此世之人，代价只会更重。魏先生，你可以求助系统，系统本就是为你服务的。只要达到最终目标。”系统出言提醒道，即使魏长则选择了第2选项，仍有3次求助机会。魏长则摇了摇头，示意系统不必多言，向外界求助是最无力的选择，只有自己实力提高了，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。魏长则坚定地朝着老者说道：“阿则知道，请祖先赐教。”魏先生，你好，我是0605号系统。
忽然空中波动了几下，出现了一个魏婴幼时模样的小人，看得魏长则瞳孔一缩。只见小人朝着老者按照修仙界拜见礼，拜了一拜。老者混沌的双眼顿时变来了神，漂浮着的身躯绕着小人转了一圈。魏先生，我来自其他位面，致力于弥补那些令人遗憾的感情和事情。小人朝着空中点了点，一本巨大的书籍出现在了空中。随着小人的解释，书籍的翻页声，老者看到了自己的后代因善而被欺、被辱，世间充满了算计，真诚反而越发稀少，不禁感叹这个位面确实是小了些，修仙不成系统，人性又不过关，可惜魏婴这孩子了。所以长泽也是你带过来的。从执行人来说，魏长泽先生最合适。